小美，我们分手吧。对，已经报案了，不过希望渺茫。我现在手头已经没钱了，下边的工厂也可能开不了工了，我还有贷款要还。小曲，后面的单子我可能做不了了，只能先通知你一声。明白，那我赶紧找别人。不好意思啊，我最近的钱都在项目里，回头我跟会计说一声。 让他有多少先结多少，赶紧把货款结掉。谢谢。哎呀，李叔，你怎么这么倒霉呀？我想着你这么拼，年内很有可能就把樊大姐娶进门了，怎么会遇上这种事儿？小美她过得太不容易了，我想让她的生活过得更好一些，可真的没想到。 或许我压根儿就没这个实力。樊姐，樊姐，你去哪儿啊？夜色在心里流淌，城市的微光，随着人与人散场，孤独的模样，来不及拥抱回放，来不及继续。我本来想着努力一把，就能在上海买一套房子。 就能给你想要的生活，可是我不管怎么努力，我都没办法像小曲和包总那样，我甚至在上海都站不稳脚跟。连着曾经不安的过往，血液中流回心脏，带着无法摆脱的迷茫。 和不堪一击的现状，不怕一个人放得下天真，那渴望翻身却不。我或许压根就不应该来上海，我根本就没那实力，我不配，也不值得你有所期待。 绽放。
我不同意。什么？我不同意你自说自话，我不同意你说分手就分手，我不同意。小美，王百川，是你来招惹我的，是你说你会背着我走一辈子，你说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你都不会放弃我，我欺骗你嘲笑你的时候你没有放弃我，我家里一团糟的时候你没有放弃我，你妈妈让我们俩分手的时候你没有放弃我，现在怎么了？啊，不就是没有钱了吗？不就是公司开不下去了吗？没什么的，王百川，我也不会放弃你的。我不会，我就是不想拖累你。你说什么拖累不拖累啊？如果说拖累，应该是我拖累你。如果我不是让你买房子，如果我不是经常催你，你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其实都是怪我，对不起，对不起。你别说了，这些都跟你没关系，都是我自己愿意的。百川，我已经31岁了，我这么大了，我分得清谁是真心谁是假意。你知道我的个性，我可以站在这儿。你知道我鼓足了多大的勇气，我知道我们今后会面对什么，我也知道我们今后的路有多难走。我经常跟小秋颖他们说，一定要找个好人，不要冒险，不要去挑战生活。生活真的太艰难了，真的不应该去挑战。可是为了你，我愿意，真的，我愿意跟你一起走下去。我不能跟你承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俩究竟的结果是什么。可是为了你，我想试试。没有房，没有车，没有钱，我们究竟可以走多久？小美，其实我也不愿意分手，我爱你，我爱你。赶紧吃早饭吧，吃完饭去趟公司，跟大家好好解释解释。我想喝酒，我陪你，进来。哎呀，果真是豪门恩怨呐，跟电视剧里是一毛一样。啊，看来有钱人也有有钱人的烦恼，真可怕。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你还是当心点儿。虽说现在包总没有迁怒于你，可是万一哪天他妈……理智是一回事儿，情感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不管怎么说，那边都是他的父母，他不可能没有感情的。对，你说的特别对。现在包子情绪特别不好，是那种没办法安慰的那种。哎，跟父母在一起相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问我呀？对不起啊，你的家庭也是，所以这个问题我们都没办法回答。
换个话题，为什么想喝酒？怎么了？汪百川破产了。我知道。你怎么知道？小曲啊，哎呀，怎么办呀？我是真的不想让朋友替我担心，可是我一再的闹笑话。还好啦。其实小曲对你也挺刮目相看的。没用，人穷志短。就算是下定决心厮守，也是惴惴不安的。啊，你知道吗？我这2天我挺怕看见王百川的。我每次看到他，我都想问他，我说：“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可是我又怕听到他说怎么打算。如果他有一天做一个普通的职员，我们连孩子都不敢生，那么重新立业怎么立业啊？本钱在哪儿？方向在哪儿？他盘算了一下公司，手头上也就几十万吧，这就是全部了。这在上海，杯水车薪。如果2个人一起攒钱，一起面对，会不会就会好一点呢？我就是这么想的，但是我怕他会有压力啊。而且，我说句话不怕你笑话，决定跟他在一起生活是一回事儿，但是想到今后生活中的煎熬又是另外一回事儿。我真的害怕，我怕我熬着熬着就熬不下去了。你太低估你自己了。其实你不是没有这个能力，你是没有这个勇气。其实你换了新工作之后，我觉得你整个人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反而变得很有热情，很……怎么说呢？行了，我很高兴听你这么说。真的，这就是我最安慰的了。你知道吗？我现在重新找回了工作中的快感，这种快感跟男人在一起的快感是不一样的。总之，这样的快感会让你变得很踏实，很自在。我也是。只要我一回到工作中，我就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我。进工作。对了，我跟我哥嫂打过电话，我跟他们说，既然你们已经把房子的钱拿走了，那么以后爸爸的医药费就由他们来负责，我只负责生活费。以前呢，都是在为别人活，我都忘了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忘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看到你们一个个活得这么精彩，我在想，我真的是应该勇敢一点，我也应该活得随心所欲一点。我真的很佩服你，把这种苦日子过得这么摇曳生姿，有滋有味儿。没办法，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呢。要不要给你煮碗面呢？这又是什么典故啊？TVB 的经典台词，没看？你肯定没看过。不过我建议你真的应该看一看，你知道吗？里面那些豪门恩怨的东西，你真的应该拿来学，说不定哪天你可以拿来对付包总。哎，等一下，有东西送给你。来了。刚才路过花店，买了束花给你。谢谢你陪我吃饭啊！本来我今天心情特别糟糕，但现在我开心多了。周末快乐，送给你。就一束花，别想太多啊，没有别的意思，拿着吧。人家送你花，拿着呀，拿着啊！哎，干嘛你？我干嘛？你不是要送花吗？我帮你送，拿着。什么事儿？就关我的事儿。别打了，他是我男朋友。
百川，你没事？好。我再帮你叫个代驾吧。不用了，我可以打车走。对不起啊，合作的事如果你不同意，我没有意见。这次见面的印象确实不太好。对不起。王百川，你为什么呀？啊，你告诉我为什么呀？你不是有能耐打人吗？你为什么不敢告诉我？为什么你要打人？你什么意思啊？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在凑代驾呢？啊？你刚才你打人，你知道你很丢人，你知道吗？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因为我现在破产了，我出怕了，我不知道我该干什么，我怕贸然投资我会亏钱，我怕看到你欲言又止的样子，我怕你瞧不起我，你看我成天无所事事，我怕这些，这就是为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啊，一直有一个男的给你打电话，对不对？对，他们比我厉害，比我有钱，比我有本事，都比我符合你的条件，对不对？你看你的包、衣服、花儿，还有你的鞋，你以为我瞎了吗？我看得见。到宾馆了，伤口都处理好了，不用担心。我的约定依旧有效，但只是看在你的份上。有没有考虑过放弃他？相信我，你值得更好的。
安迪在吗？我想见你。谢谢你没有问我发生了什么。啊，无比弱智，无比莫名其妙，无比的失望。因为王百川吗？没关系啊，你有什么不高兴，你跟我说。没有不高兴，我只是，哎呀，突然有一种无以言表的情绪。他在做代驾，你知道吗？我原以为他在努力的想办法，在努力的挽回公司，在努力的尝试新的业务，结果他在做代驾。如果不是我跟朋友一起吃饭碰到了，我都不知道他在做代驾。可能是他还没有想好他下一步该怎么做吧。我理解，我真的理解。从他公司关闭，我就一直小心翼翼的，我生怕触碰他的自尊心，我怕他更难受。我知道他也一样。小秋怡每次都问我为什么不去找王帅哥呀，我只能跟他笑。我能说什么？我能说我不敢面对王百川吗？你知道我们两个现在在意到连两个人彼此在同一个空间都会觉得难以忍受。我知道王百川做代驾也没有什么丢人的。我既然选择跟他在一起，我就应该跟他共同进退。可是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不怕苦，我也不怕累，但是我就是怕眼前看不到希望。我真的看不到希望。哎呀，对不起啊，我跟你说这些真的，哎呀，这些真的是，我都没想到自己要跟你说这么多话。对不起啊，耽误你时间了。别这么说，我们是好朋友。你需要聆听的时候，我的耳朵一直都在啊，而且随便多久。不用，细节太多了，我都没有底气说。说不出口。你只要知道，我对他很失望，我对自己也很失望就行了。啊，生活不就这样吗？早就知道了。也好，也好，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抱任何幻想。我就应该接受现实，我樊胜美的现实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你，我就想说，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愿意尽力。你最懂我。多给我介绍几个客户，谢谢。好，我帮你留意。
都说出来了，是不是心情就好受一点了？不要想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了，可以想想我们明天一起去接小蚯蚓出院，叫上刚刚他们一起。哎，这样吧，明天晚上我们一起开个 party， 大家放松一下，开心一下。Good idea。